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。上周六10月11号，加密市场经历了一场血洗，比特币呢最高跌了12%，以太坊暴跌20%。但真正让人心惊胆战的，并不是这次币价的下跌。老实说，比特币、以太坊即使下跌了30%、40%，我也不担心，我相信他们还会涨回来的。真正令人恐慌的是一个叫做 USD 的稳定币。突然脱锚，从$1一路跌到了$0.65， 35%的跌幅。对于稳定币来说，这个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它哪里稳定了？短短的几个小时，爆仓金额达到了$200亿，160万用户受到影响。推特上恐慌蔓延 ，USDE 会不会变成下一个 UST？ 算法稳定币的噩梦是不是又回来了？历史正在重演了。UST 这3个字母对币圈来说就像一个无法遗忘的噩梦。2022年的5月5天之内，$400亿的算法稳定币归零。Luna 从$90暴跌到了几乎为零。UST 这个稳定币从$1跌到了$0.2以下，超过20万人血本无归。整个加密市场连带损失超过$150亿。这个是加密历史上最惨烈的崩盘之一。而这一切呢，都源于一个男孩，一个斯坦福的毕业生，一个狂妄到极点的创业者，一个曾经身家$100亿的稳定币之王，他就是杜宽。这个名字在韩国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我认识的一些韩国的朋友当中，姓金、姓李和姓朴的比较多，姓宽的很少。杜宽呢是 Luna 和 UST 的创始人，在崩盘之前，他嘲笑所有的质疑者。我会证明你们都是傻子。崩盘以后，他带着巨额的资金逃亡，从韩国到新加坡到迪拜，最后在黑山被捕。2023年的3月23号，他在黑山机场落网。2025年的8月12号，他在纽约法院正式承认了欺诈罪行。但3年后的今天10月11号，同样的故事似乎在 USDE 上重新上演。$0.65的低点让币圈的老韭菜立刻就炸毛了，马上就会联想到2022年5月10号的那个夜晚。当时 UST 也是先跌到了$0.6，所有人都以为会反弹，结果第二天直接归零。算法稳定币再一次引起了全网的关注。杜宽的故事到底是一场骗局，还是一次失败的实验？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兴衰，更是加密历史里边最危险的原罪——贪婪、傲慢以及对数学的盲目信仰。1991年，杜宽呢出生在韩国的首尔，从小成绩优异，数理见长。2010年考入了首尔大学，主修计算机科学。首尔大学被普遍的认为是韩国最顶尖的大学，相当于韩国的清华北大的地位。所以你可以把杜宽想象成为一个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，但韩国对他来说太小了。大3那年，他转学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，在斯坦福的经历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。硅谷的文化是什么呢？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， 快速行动，打破常规。杜宽深受影响，他不屑于和其他的学生一样一起毕业以后找工作，他要做的是创造改变世界的东西。2015年毕业以后，他回到了韩国创业，第一个项目叫做 Anyfi， 一个去中心化的通信协议，失败了。第二个项目叫做柴，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，在韩国获得了一些用户，但这个还不够。杜宽想要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支付应用，他想要颠覆整个金融系统。2018年，他看到了机会。当时呢，加密市场有一个痛点：稳定币。比特币、以太坊波动太大，没法用于小额的日常的支付。市面上的稳定币主要是 USDT 和 USDC， 他们的主要的模式是发行$1的稳定币，就在银行存入$1的美债。杜宽觉得这个太愚蠢了，我为什么要把钱重新再放回银行？这个简直是对去中心化的侮辱。这个就是把权力再次交还给传统的金融世界。他不想再依赖银行，也不想抵押任何的资产，他想要创造一种完全去中心化的稳定币，不靠银行，不靠抵押，只靠算法和代码。他坚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稳定币，这也成为算法稳定币革命的导火索。
2019年，杜宽创立了 Terraform Labs。当年我第一次听到 Terraform 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云计算工具 Terraform 呢。当时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工具，在我的工作当中。结果呢，它不是，这是一家雄心勃勃的区块链公司，他们想要改造全球的货币体系。同年 ，Terraform Labs 发行了2种代币，一种叫做 Luna， 另外一种叫做 UST。UST 就是稳定币，永远等于1美元。Luna 是治理代币，价格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。那么，如何保证一个 UST 永远等于1美元呢？杜宽设计了一个机制，如果 UST 价格高于1美元，比如说涨到了1.1美元，你可以用1美元的 Luna 铸造一个 UST， 然后呢以1.1美元卖出，赚取0.1美元的利润。这样 UST 的供应增加，价格回落到1美元。反过来，如果 UST 的价格低于1美元，比如说跌到了0.9美元，你可以用一个 UST 兑换成1美元的 Luna， 然后把 UST 烧毁，这样 UST 的供应减少，价格回升到1美元。听起来非常完美，像是一台自动校正的机器。但这里边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，这个机制能运转的前提是 Luna 必须有价值。如果 Luna 价格崩盘，整个系统就会崩盘，就像用空气来稳定空气。有人很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，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曾多次的警告，算法稳定币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，它依赖于持续的需求增长，一旦需求停止，死亡的螺旋就会开始。但杜宽听不进去，他相信自己的设计比所有人都聪明。2020年，Luna 的生态开始起飞，但真正让它爆发的是2021年的 Anchor Protocol。Anchor 是一个借贷平台，最大的卖点是存入 UST 年化收益 20%。20%在传统的金融里边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数字。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 0.5% 到 3%， 但 Anchor 承诺给你 20% 的固定收益，而且它是稳定币，没有价格的波动，这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。资金疯狂涌入，2021年的1月 ，UST 的市值20亿美元，21年的12月100亿美元，22年4月185亿美元。Luna 的价格更是疯涨，从1美元涨到了接近120亿美元，涨了120倍。杜宽的身家超过了100亿美元，他成为了韩国的骄傲，媒体疯狂的报道，疯狂的追捧。但很少人问一个问题，这20%的收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答案很简单，来自新进场的资金。Anchor 本身不创造任何的价值，它只是把新用户的钱分给了老用户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嘛。但只要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，这个游戏它就能够继续。而杜宽正在疯狂的推广这个游戏。2021年的下半年，杜宽在 Twitter 上变得越来越活跃，他的风格呢非常独特，充满了攻击性。有人质疑 UST 的机制的时候，他会直接的回怼；有人警告算法稳定币的风险，他会嘲笑对方。有人问，如果 Luna 崩盘怎么办？他的态度是不可能崩盘。这种狂妄不仅没有引起粉丝的反感，反而吸引了大量的粉丝。币圈喜欢这种强势的风格，自信强硬，不容置疑。杜宽的推特粉丝从几万涨到了几十万，他成了币圈的意见领袖。但这种傲慢也让他失去了最后修正错误的机会。2022年的2月16号，美国 SEC 正式起诉杜宽，指控他在 UST 稳定性和柴应用的区块链使用方面提供了虚假的陈述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信号，正当的创始人会立即收缩合规自保，但杜宽没有，他继续推广 UST， 继续承诺更高的收益，继续嘲笑质疑者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大到了不会倒，但他错了。2022年的5月7号，星期六，一个看似平静的周末， UST 市值达到了历史最高185亿美元， Luna 的价格接近90美元，一切看起来很完美。但那天晚上，有人注意到了一个异常， Anchor 上的 UST 的存款开始大量的流出。2022年的5月8号，星期天， Terra 基金会 LFG 从 UST 的资金池当中撤出了1.5亿美元的 UST 的流动性，这个动作引发了市场的警觉。同一天，一个新的地址抛售了8400万美元的 UST， 多个巨鲸账户在
币安上持续的卖出 ，UST 开始脱锚，从$1跌到了$0.98。Luna 的价格从$90暴跌至$60，单日跌幅30%，恐慌开始蔓延。2022年的5月9号星期一 ，UST 脱锚恶化，跌破$0.95。Terra 宣布动用比特币储备救市 ，LFG 持有大约15亿美元的比特币，这是他们的最后防线。但市场不买账，持续的抛售 ，Luna 价格再跌50%以上，跌破$30。2022年的5月10号星期二，这是最恐怖的一天，接近60亿美元从 Anchor 的协议出逃 ，UST 跌破$0.6，Luna 暴跌90%以上，跌到了$10以下，死亡螺旋正式形成。用户疯狂的用 UST 兑换 Luna 的供应量暴增 ，Luna 的价格暴跌 ，UST 更加无法稳定。2022年的5月11号星期三，杜宽发推特宣布无法持续救市，只能依赖套利机制，这个等于宣告投降。消息一出 ，Luna 跌破$1，UST 跌到$0.3。有人计算 Luna 的供应量从35亿枚暴增到数千亿枚，每一枚 Luna 都被稀释了数百倍。2022年的5月12日星期四 ，Luna 继续暴跌99%，价格接近归零。UST 呢跌破了$0.2。2022年的5月13号星期五，各大交易所下架 Luna 并暂停交易 ，Terra 公链停机，400亿美元的市值彻底的归零。从5月8号到5月13号，短短的5天，这个是加密史上最快、最惨烈的崩盘。而杜宽呢，在这5天里边，他又做了什么？崩盘的那5天，杜宽并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在推特上发声，试图稳定局面，但他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了。5月13号以后，杜宽从公众视野彻底消失。后来调查发现，在崩盘之前，杜宽和他的团队转移了大量的资产，具体金额不详，据称超过数亿美元。2022年的9月14号，韩国警方正式对杜宽发出逮捕令，国际刑警组织同步发出了红色通缉令。杜宽呢，成为了国际逃犯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杜宽开始环球的逃亡，有人在新加坡见过他，有人在迪拜见过他，有人在塞尔维亚见过他。他就像幽灵一样，在全球各地穿梭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2023年的3月23号，黑山的警方在波德戈里察机场抓住了杜宽，他当时正在试图用伪造的护照飞往迪拜。警方呢搜出了4本假的护照，杜宽被捕，全球媒体疯狂的报道。2024年的6月，美国法院裁定，杜宽需要向 SEC 支付45亿美元的罚款，包括36亿美元的罚没款以及民事罚款。2025年的8月12号，杜宽在纽约的法院正式承认欺诈罪，承认其在 UST Luna 项目当中欺骗了投资者。这个标志着历时3年的全球追债行动接近终结，杜宽面临的可能是终身监禁。他的最终的判刑日期被定在了2025年的12月11号，距现在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场加密史上最轰动的审判之一将如何落幕。杜宽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兴衰，更是数十万人的悲剧。Luna 崩盘以后，全球有超过20万人血本无归。一个韩国的大学生把4年的学费8万美元全部投入 UST， 想靠20%的收益赚取生活费。崩盘以后，8万美元变成了80美元。他在推特上说：“我的人生结束了。”1个月以后，他从学校的宿舍上跳了下去。一个新加坡的软件工程师，40岁，把毕生的积蓄150万美元全部放进了 Anchor。崩盘以后，150万美元变成了1万5。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。他在 Reddit 上说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，该怎么活下去。”一个台湾的退休老师，65岁，把退休金500万台币放进了 UST。崩盘以后，500万变成了5万。他在 Facebook 上发文：“杜宽杀了我。”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。Reddit 上有一个板块叫做 Terra Luna。崩盘以后呢，每天都有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故事。有人呢失去了房子，有人失去了婚姻，有人失去了生命。更愤怒的是，当这些人在网上控诉杜宽的时候，还有一群人在为他辩护。这个是市场的风险，不能够怪杜宽。
投资有风险，你应该自己去承担。杜宽也是一个受害者。这种言论呢，让受害者更加绝望。一个美国的投资者组织了集体诉讼，起诉杜宽和 Terraform Labs。起诉书中写道，杜宽明知道算法稳定币是庞氏骗局，却依然推广它，并从中获利了数亿美元。他并不是受害者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犯。刚才呢，我们谈到了美国法院在2024年的6月宣判，杜宽和 Terraform Labs 将赔偿45亿美元。但问题是，钱到底在哪里？调查发现，杜宽转移的资产大部分已经消失了，留下了无数个匿名的钱包和离岸的账户，受害者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追回自己的钱。Terra 的崩盘让整个的加密世界重新审视算法稳定币。Vitalik 在崩盘以后发表了他的个人分析，他指出无抵押的算法稳定币，比如说 UST 是根本上有缺陷的产品。核心的问题在于它依赖于对 Luna 的持续的信心，一旦信心崩溃，死亡螺旋将不可避免。但Vitalik并没有全盘否定算法稳定币，他通过思想实验探讨了在何种机制下稳定币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稳定，比如说包含负利率的可能性、超额抵押的自动化机制。他认为有抵押的算法稳定币，比如说 DAI， 在设计上更加稳健，因为它有真实的资产背书。目前呢，市场上确实有一些仍在运行的算法稳定币项目，比如说 Frax， 它采用了部分抵押的模型，在市场好的情况下降低抵押率，在市场差的情况下提高抵押率。这种动态的调整使它比单纯的没有任何抵押的模型更具有韧性。但即使是部分抵押的模型，在极端的市场的条件下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。关键的教训是，稳定币的稳定性不能仅仅依靠于算法和市场套利，它需要真实的可靠的价值支撑，要么是美元的储备，要么是超额的抵押资产，要么是政府的信用。现在呢，让我们回到 USDE。很多人说 USDE 和 UST 完全不同，确实它们有本质的区别。UST 是根本性的无抵押的，只依赖于 Luna 的价值。USDE 是有抵押的机制，通过 Delta 的中性策略持有现货和期货仓位。但10月11号的脱锚暴露了几个关键的问题。第一呢，机制的依赖性。USDE 的稳定性依赖于资金费率和流动性。当市场在极端波动的时候，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会消失。第二是储备金有限，据估计 USDE 的储备金约占市值的 15% 到 20%。如果 20% 以上的用户同时赎回，系统可能无法应对。第三是信心脆弱。10月11号的时候 USDE 跌到了 0.65 美元，虽然后来恢复了，但这次事件在用户信心中已经种下了怀疑。下一次波动恐慌可能来得更快。USDE 不是 UST， 它有更好的设计，更多的风险控制机制，但它依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币，它更像是一个结构化的金融产品。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，它可以保持稳定，但在极端的情况下，它可能大幅脱锚。10月11号的 0.65 美元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脱锚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的警示：第一次脱锚往往不是最后一次。回顾 UST 的历史，2022年的5月8号 UST 第一次脱锚到 0.98 美元的时候，当时所有人都说没有问题，很快就会恢复。结果第二天脱锚更加严重，第三天死亡螺旋启动，第5天彻底归零。USDE 会走同样的路吗？不一定，因为它的机制确实不同，但风险依然存在。而且最危险的是，很多人因为这次恢复了就放松了警惕，这个正是最危险的时刻。杜宽的故事呢，给我们留下了几个深刻的教训。第一呢，是高收益的诱惑。20%的固定收益在正常的金融市场里边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。如果银行给你20%的利息，你会觉得这个很可疑，这个真的是银行吗？但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很多人相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密的世界确实创造了奇迹。比特币从几美分涨到了12万美元，以太坊从几美元涨到了4000美元以上。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所有人都相信，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但这是一个认知的陷阱。加密的货币可以暴涨，因为它是新兴的资产，有巨大的成长空间。但20%的无风险的收益违反了基本的金融规律，风险和收益永远是对等的。
第二是技术的崇拜，很多人相信 UST， 因为它用了数学和算法。杜宽在推广的时候强调，这个是纯粹的代码，不依赖人为的干预。这种技术的叙事很容易让人相信，这次它不一样，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改变经济学的基本规律。代码可以自动执行，但代码背后的逻辑如果有缺陷，系统依然会崩溃。第三是从众心理，当 UST 的市值达到了185亿美元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想，这么多人都在用，应该是安全的吧？这个就是从众心理。但在金融的市场里边，多数人往往是错的，尤其是在泡沫顶部的时候， Terra 在崩盘之前是它最受欢迎的时候，这个不是巧合，这个是规律。第四，傲慢的代价，杜宽的傲慢加速了 Terra 的崩溃。如果他在2021年听取了Vitalik和其他专家的警告，调整机制，如果他在2022年2月 SEC 起诉以后选择合规和收缩，如果他在5月初第一次脱毛的时候选择暂停系统，也许结局会不同。但他每一次都选择了继续，选择了对赌，最终他失去了一切自由、财富，包括名誉。杜宽现在在监狱里边会想些什么呢？他会不会后悔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20万名的受害者在这场梦幻当中付出了代价。有人呢失去了积蓄，有人失去了家庭，甚至失去了生命。加密的世界里边总是用最快的速度放大人性的贪婪，它告诉你报复的可能，却从来不会提醒你归零的概率。今天是杜宽，明天可能还会有下一个。当你再次被20%的收益所诱惑的时候，请记住金融的第一定律：高收益一定等于高风险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如果有，那一定是陷阱。杜宽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，因为最大的敌人从来就不是黑客，也不是监管，而是我们自己的贪婪。这个就是杜宽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贪婪、傲慢与毁灭的故事。400亿美元在5天之内灰飞烟灭，20万人血本无归。这个是加密史上最惨烈的崩盘之一，但更可怕的是，3年后的今天，类似的剧本可能正在重演。10月11号的暴跌， USDE 的脱钩，这些不是巧合，而是预兆。如果你此刻正在持有任何的算法稳定币，请认真的评估风险，问自己一句话：我能不能够承担归零的风险？如果不能，请立刻离场，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好的，这里是加密星球的故事会。如果这期的内容让你有所惊醒，请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更多人了解算法稳定币的风险，避免悲剧重演。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外网频道的主页，我们可以在那里边深入的讨论算法稳定币的技术和逻辑，以及如何识别下一个路呢？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